网友们，今天的话题是怎样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以及小技巧。在当今的留学生活中，许多人经常谈起怎样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于是，一些人说，他们因为懂得怎样利用一些小技巧，结果他们申请到了美国大学的各种奖学金，有时那种奖学金的份额也很高。这当然是他们知道怎样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的缘故。一次，一个女生在派对上说，她得到了美国大学的好几份奖学金，其中一份奖学金很高，有8000多美元，这对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其他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多帮助。原来那个中国女生，她的专业是建筑与城市发展。她说，在申请美国大学奖学金时，她对美国的大学做了很多研究。她发现其中有很多名目繁多的奖学金，于是他选了几种进行了申请。当他在申请书里说，他之所以想到美国来留学学习建筑与城市发展，因为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搞建筑设计应当与城市发展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建筑不能一味独立地搞建筑，它要和当地的地方生活和民风连在一起，不能只是搞建筑追求商业利益，破坏了当地的地方生活和社会民风。他的这份奖学金申请书得到了美国方面的认可，他们觉得那个中国女生是个有自己想法的人，所以他们很愿意给她高额奖学金，让她到美国来学习。这是一个日本研究生说，他也得到了美国大学的高额奖学金。原来那个日本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时，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他说，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其中有很多大学吸收不少外国学生，并且给外国学生高额奖学金。他说，他的目的是让美国大学知道他有自己的特点，能给美国大学带来好处。这种好处包括，他认为他是个非常喜欢从事研究的人，而且他也会觉得他在今后会在他的专业上得到成就，而这种成就也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他奖学金的那个大学带来良好的声誉。当他选出了几所美国大学进行申请时，他说，他的特点是对学术研究非常热情，而且有一种忘我的精神。那么他听到了其中有一些大学对他感兴趣时，他就说，他可以到美国来进行直接的面试。美国说，他们愿意见到他，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个有前途的人。结果他直接从日本飞到了美国进行当面面试。他说，这样的当面面试有很多好处。第一，是让美国方面看到了他这个人，也看到了他的言行举止外貌，这比单纯从电话上面试要好得多。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听到美国大学说他们要对他进行电话面试，然后才能决定给他多少奖学金的事，他马上就给美国方面回话说，他不希望进行电话面试，因为这样不能真正反映他的个人特点。
于是他提出要求进行当面面试。当美国方面同意了之后，他就马上进行了准备，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让美国方面知道了，结果他就得到了高额奖学金。这样他就对其他留学生说，如果有些人不能直接从那些国家飞到美国进行当面面试，但最好的办法也是不要只是在电话上面试，因为在电话上面试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像那个外国留学生英语不太好，不能回答一些问题。要是不能直接飞到美国进行当面面试的话，至少也应当对美国方面提出是否能够进行视频面试，这样也比单纯从电话上进行面试只能听到声音要好得多。因为这种面试往往会决定外国留学生是否能得到高额奖学金，而且这种奖学金是决定那个外国留学生能否到美国来进行深造、进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这是一个中国男生说，他也得到了美国大学的高额奖学金，他的情况和那个中国女生有点相像。他的办法是尽量推销自己，把他的特点告诉美国方面。他说他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于是他在申请书里说，他在生长的地方有不少各种鸟类，于是他从小就喜欢野生动物，喜欢各种鸟。他说他之所以想到美国来进行研究生学习，是因为他从小生长在那个环境，对鸟发生兴趣，这样他如果到美国进行专业研究的话，将来他能在那个领域做出更多成绩。结果美国方面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有前途，就对他进行面试。他说他虽然不能进行直接的面试，但他希望能够进行视频面试。结果他从原来的电话面试改成了视频面试，结果他给人的印象不错。再说他推销自己也不错，他也得到了美国大学的高额奖学金。这是中国男生说，这里关键的有一点，就是中国留学生应当找到一块敲门砖，找到他自己的特点，并且尽量推销自己，让美国方面知道他的特长是什么。比如那个日本学生说，他的好奇心，他的特长是从事专业研究，非常热忱。这时日本人说，确实是他的好奇心和对专业研究非常热忱这一点打动了美国方面，所以他才得到了高额奖学金。日本人说，他在他的申请信里突出了他的好奇心，他的特点。他说他小时候第一次下雨后看到地上有蚯蚓，于是他发现这个蚯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为什么在路上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家。于是他写了一篇作文，说蚯蚓迷路了，不知该怎么回家。结果他的好奇心，他的担心，在那篇作文里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于是那篇作文被当地评为优秀的小学生作文。当美国方面听到了他的这个故事，被他感动了，说他确实是有个特点的人，好奇心使他能够在将来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这是中国男生说，他突出了他的中国少数民族以及生长在有各种鸟类、野生动物的地区，这也给他加分不少，得到了高额奖学金。
他说，如果中国有留学生要想申请奖学金，如果能找到这类能突出自己的特点，能够有一块不错的敲门砖，打动美国方面，就一定能够获得很高的奖学金，至少也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奖学金。这样，他说，在准备申请奖学金之前，要做很多准备，这包括怎样认识自己、突出自己、推销自己。一旦得到了要面试的时候，设法用视频面试，而不是简单的电话面试，因为电话面试往往会把个人的特点抹去了，不能打动对方。所以他们几个留学生在那次派对上的交流，看来确实能够对外国留学生申请美国奖学金有不少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收看。